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陆夫人，您的马甲又掉了》。故事解说。故事开篇，江家少爷江汉原定与沈家长女沈初堂领证成婚，身边有人纷纷调侃这门婚事，还肆意非议素未谋面的沈初堂。传言他常年隐居深山，不通世事，见识浅薄。面对众人的戏谑，江汉神色淡然，坦言自己从未见过沈初堂，对这场家族包办的婚事毫无期待与执念。另一边，自幼上山修行的沈初堂正满心无奈地向师父吐槽自己的坎坷境遇。早前师父为他推演命理，断言他红鸾心动，正缘将至，更有贵人相助，可化解命中劫难。可他下山之后，不仅没有邂逅良缘，反而惨遭恋人背叛，一腔真心尽数错付。倍感憋屈的沈初堂忍不住打趣师父推算失准，看走了眼。师父却十分笃定自己的命理推演从无差错，告知他当下诸事不顺，只是凡尘俗缘未断，所事未了，勒令他好好下山处理俗世恩怨，不得随意折返山中修行。被师父点透心结的沈初堂豁然释怀，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婚事，心中再无畏惧。就在此时，江汉府邸突发变故，原定与江汉领证的沈家女听闻江汉手段狠厉，杀伐果断，名声骇人，内心极度惶恐，连夜收拾行装出逃，下落不明。下属连忙向江汉请示后续安排，是否直接返程。江汉面色平静，对这场落空的婚事毫无波澜。全程旁观的沈初堂心生感慨，没想到世间竟有人和自己一样，在领证当日遭遇变故，婚事落空。他主动上前宽慰神色清冷的江汉，坦言自己也有过糟心经历，此前的相亲对象曾在领证前夕在洗手间与人暧昧纠缠，背叛感情。心念一动，沈初堂生出大胆想法，主动提议二人搭伙领证，结成3个月的临时夫妻，期满和平分手，好聚好散，互不牵绊。知晓江汉真实尊贵身份的在场众人无比震惊，世人皆知江汉气场慑人，手段凌厉，权贵之人皆主动避其锋芒，寻常人更是不敢近身。沈初堂却毫无畏惧，主动提出闪婚搭伙，属实胆大妄为。江汉垂眸审视着坦然淡定、毫无惬意的沈初堂，认真确认他的真实心意。沈初堂坦然道出缘由，家中老爷子病重垂危，唯一的心愿就是亲眼看见他成家。对他而言，结婚只是完成老人心愿，伴侣是谁本就无关紧要。他笑着打趣二人样貌出众，颜值相配，算得上十分登对。随即催促江汉尽快领证，免得耽误民政局工作人员下班。江汉闻言微微挑眉，默认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临时婚事。领证途中，沈初堂随口聊起民间丢病日的传统习俗。相传3朵鲜花可依次褪去人间病痛、灾厄与烦恼，寓意吉祥顺遂。得知眼前人的真实姓名是陆北晴后，他由衷夸赞名字清雅悦耳，又好奇询问他的职业。陆北晴心中感慨，世人听闻他的名号，大多是心生畏惧，刻意攀附。像沈初堂这般懵懂纯粹、坦然靠近的人，他平生首次遇见。不通世俗、毫无城府的沈初堂误以为陆北晴是网约车司机，真心夸赞这份工作安稳靠谱，踏实体面。无人知晓，这个自称身无分文、毫无积蓄的男人，手握1000亿股权资产，名下产业遍布全国，身家富可敌国，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顶级权贵。领证结束，二人正式结为合法夫妻。陆北晴主动提议让沈初堂搬入自己位于京都的别墅居住，只需在他家人到访时配合他扮演恩爱夫妻即可。留下联系方式后，陆北晴因私事先行离开。一旁的下属瞬间领会主子心意，默许由眼前这位沈初堂顶替那位连夜逃婚的沈家女，完成这场既定婚事。镜头转回沈家，归家的沈初堂遭到一众家人的苛责刁难，众人不由分说勒令他下跪行礼认错。沈初堂毫不怯场，言辞犀利，句句回怼，将一众趋炎附势的亲戚辩驳得哑口无言，颜面尽失。旁人连忙出面打圆场，辩解沈初堂常年山居修行，性情与行事异于常人，不必与之计较。至此，众人才确认眼前伶牙俐齿、气场十足的女子，正是沈家常年在外修行的长女沈初堂。另一边，江汉亲眼见到沈初堂的真实容貌后，瞬间惊艳动容，直言监控镜头里的她不及真人1/1000灵动好看，当即彻底打消所有顾虑，执意要与沈初堂领证成婚。面对他的示好与追求，沈初堂满脸不屑，当众揭穿他此前领证前夕暧昧出轨的不堪行径，痛斥其品行不端，毫无底线与德行。江汉身边的跟班立刻上前为主子出头，态度傲慢的施压，扬言能被江大公子看中纳入怀中，是沈初堂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逼迫他立刻当众道歉认错。面对众人的抱团刁难与道德绑架，
沈初堂细数自己多年的委屈与不公。他3岁便辞别家人上山苦修，数十年从未得到父母半句关怀、半分疼爱。归来后，家中无他居所，无他资源，反倒被家人强行逼迫，嫁给名声败坏、品行不堪的江汉。他直言，若家人执意攀附江家权势，大可让备受宠爱的小女儿沈婷婷联姻，不必勉强自己将就。沈家众人慌忙辩解，称沈婷婷年纪尚小，不通世事，不堪联姻重任。江汉也面露鄙夷，嘲讽沈初堂是未经世俗礼仪教化的山野村姑，眼界狭隘，格局卑微。面对众人的轻视与嘲讽，沈初堂不卑不亢，当场官宣自己早已领证成婚，直言自己的丈夫品行端正，样貌俊朗，踏实靠谱，方方面面都远胜江汉这类纨绔人渣。全场宾客与沈家亲人纷纷嗤笑，认定沈初堂是嘴硬逞强，当众撒谎。在众人眼中，他久居深山，未受正统教育，目不识丁，见识浅薄，根本不可能觅得良配。沈初堂不愿与这群偏见深重的人多费口舌，直言自己的丈夫正在门外等候，转身便要离场。沈家父母连忙上前阻拦，勒令她次日必须带着丈夫出席沈婷婷的归国欢迎宴，当众验证她的婚事真伪。被众人讥讽心虚怯场，不敢兑现诺言后，好胜倔强的沈初堂果断应下这场邀约。待沈初堂转身离开，沈家父母面露阴狠，私下密谋。二人笃定沈初堂只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撒谎撑场面。就算他真的私自成婚，他们也会不惜一切强行拆散二人，执意逼迫他嫁入江家，借助江家的顶尖势力，稳住日渐衰败、岌岌可危的沈家产业。当晚，沈初堂正式入住陆北晴的豪华别墅，看着宽敞奢华的居所，内心难免局促尴尬。傍晚时分，陆北晴悄然归家，无需钥匙直接入户，让沈初堂倍感诧异。转头瞥见身着浴巾的陆北晴，他瞬间羞涩慌乱，心跳加速，连忙转头避开视线，气氛一度十分微妙。平复心绪后，沈初堂坦诚告知陆北晴，妹妹沈婷婷即将举办归国欢迎晚宴，父母执意要见见她的丈夫，诚恳询问她是否愿意陪同自己赴宴撑场。想起自己自幼无人疼爱，孤苦修行，与娇生惯养、受尽宠爱的妹妹竟与天差地别，他心生感慨，却从未心生怨怼。陆北晴坦然应允，答应陪他赴宴，为他解围。一直误以为陆北晴是网约车司机的沈初堂，暗自心疼他常年奔波劳碌，3餐不规律，下定决心往后好好照料他的起居生活。次日，沈初堂带着陆北晴上山拜见师傅，满心骄傲地夸赞自己的丈夫样貌英俊，气质出众。师傅一眼便识破陆北晴的真实身份，心中了然，却欲言又止，并未当众点破。沈初堂察觉师傅神色异样，误以为师傅嫌弃陆北晴司机的普通职业，心中略有不满。辞别师傅之际，陆北晴突然俯身凑近亲吻他，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让沈初堂瞬间羞窘慌乱，手足无措。沈婷婷的归国晚宴是顶级权贵盛会，门槛极高，一席难求，各界名流权贵齐聚一堂，唯独沈初堂无需预约，仅凭姓名便可自由出入，引得现场工作人员暗自揣测，这位沈家长女实则深藏不露，背景不凡。赴宴之前，沈初堂与师兄碰面，师兄将整理好的沈家产业资料交付于他，告知他沈家大部分优质资产、房产资源尽数掌控在沈婷婷手中。身为长女的她，自幼便被家人刻意防备，从未分得家族半点资源，常年被家人刻意边缘化。师兄知晓沈家对他百般不公，主动提出出手帮他整顿沈家，讨回公道，却被沈初堂婉言拒绝。他直言近期一心专注搞钱立业，无暇顾及家事纷争。为避免陆北晴的真实身份被曝光，他特意叮嘱师兄，对外只需称陆北晴是普通网约车司机即可。随后，他将一副独家药方交给师兄，嘱托他批量生产延年益寿膏，定价1000万一颗。师兄这才幡然醒悟，看似随性清贫、低调内敛的沈初堂，实则医术超群，实力深不可测。晚宴现场，一众宾客争相吹捧海归学霸沈婷婷，极力夸赞她学业优异，斩获全额留学奖学金，被多家海外民企争抢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沈家父母顺势官宣，未来沈家产业将全权交由沈婷婷接手打理。众人纷纷揣测，沈初堂此番下山归来，是眼红妹妹的资源与地位，想要回国争抢家产。大家极尽嘲讽，贬低沈初堂山居粗鄙，见识短浅，毫无学识，连基本人情世故都不懂，根本无法与优秀亮眼的沈婷婷相提并论，更无争夺家产的资格。更有轻浮宾客口出狂言，扬言若沈初堂样貌尚可，自己不介意将她收纳身边。
辛家伟及时出声制止这场荒唐轻薄的言论。出言适当的宾客连忙道歉，借口饮酒过量，言语失当化解尴尬。就在全场众人肆意嘲讽诋毁之际，沈初堂气场全开，从容缓步现身，瞬间夺走全场所有目光，风头尽数盖过沈婷婷，引得沈婷婷心底生出浓烈的嫉妒与不甘。心有不甘的沈婷婷主动上前挑衅，刻意拿出一瓶高端赤霞红酒，故作高傲地嘲讽久居深山的沈初堂，从未见过这般名贵酒水，眼界狭隘。面对妹妹的刻意刁难，沈初堂从容淡定，精准拆解正宗赤霞红酒的标签细节、酒色质感、入口口感，当场揭穿眼前这瓶酒标签倒置，色泽浑浊，口感寡淡，根本是劣质勾兑的假冒产品，顶多价值10元。众人可通过沈婷婷裙摆沾染的酒渍颜色，直接佐证酒水真假。酒水骗局被当众拆穿，沈婷婷颜面尽失，恼羞成怒，当场怒斥沈初堂故意捣乱，抹黑自己的晚宴。短暂失态后，他立刻切换委屈柔弱的姿态，当众卖惨博同情，谎称姐姐是心生嫉妒，刻意针对自己，毁掉晚宴氛围，尽显自己的大度包容。紧接着，他刻意提起沈初堂闪婚的事情，当众嘲讽她的丈夫身份卑微，上不了台面，逼迫沈初堂带人现身，意图通过贬低姐姐，抬高自己的身价与地位。继母见状，假意贴心示好，端来一碗滚烫热汤递到沈初堂面前，柔声劝她趁热饮用，实则蓄意刁难。沈初堂早已看穿对方心思，提前警示汤水过烫，不宜即刻饮用。继母却执意逼迫，拉扯之间，滚烫热汤尽数泼洒而出，反倒烫伤了继母的手。继母瞬间撕下温柔伪装，当众怒骂沈初堂笨拙无用，肆意闹事。沈初堂冷静回怼，直言自己早已提前提醒，是对方执意逼迫，摆明了是刻意设计陷害。继母生怕自己的算计被众人识破，连忙转移话题，打发他去客房送酒，以此脱身。沈初堂端酒进入客房，偶遇此前逼他联姻的江汉。面对这个品行不堪的纨绔子弟，沈初堂出言冷淡，句句带刺。江汉恼羞成怒，扬言要彻底切断与沈家的所有合作，让沈家为今日之事付出惨痛代价。沈婷婷匆匆赶来，颠倒黑白向父亲告状，谎称沈初堂躲在客房与人私会，举止轻浮不端。江汉当场怒斥沈婷婷造谣生事，肆意挑拨。可赶来的沈父不分青红皂白，当众严厉斥责沈初堂，直言江汉是沈家贵客，也是为他定下的未婚夫，痛斥他胆大妄为，肆意冒犯。沈初堂犀利揭穿沈家众人的虚伪双标与极致功利，众人前一秒还当众嘲讽他闪婚，贬低她的丈夫身份低微，下一秒就强行敲定风流纨绔江汉为他的未婚夫，为了攀附权贵，稳固家业，不惜牺牲女儿的终身幸福，毫无底线与尊严。双方争执不下之际，下人匆匆来报，门外有男子自称是沈家大小姐的丈夫，因没有邀请函，被保安拦下，无法入场。得知来人乘坐出租车赴宴，全场瞬间响起一片嗤笑声。全场宾客纷纷嘲讽沈初堂愚蠢至极，放着尊贵的江家少奶奶身份不要，偏偏执意嫁给一无所有的底层司机，自毁前程，自甘堕落。面对众人的鄙夷戏谑，沈初堂坦然维护自己的丈夫，直言自力更生，他是谋生从不丢人，靠双手努力生活的人坦荡磊落，远比趋炎附势、攀附权贵的势利之人高尚得多。沈婷婷满心不屑与鄙夷，主动出门想要当众羞辱这位穷酸姐夫，狠狠打压沈初堂的嚣张气焰。可出门之后，她并未见到想象中粗鄙平庸的底层司机，只见到一位气质金贵、样貌卓绝、气场强大的陌生男子。沈婷婷误以为对方是晚宴的顶级权贵宾客，心生攀附之意，故意脚下一软，佯装摔倒，想要博取对方关注。陆北晴全程冷眼置之，无动于衷，丝毫没有伸手搀扶的意思。此时沈初堂缓步走出，当众大方介绍陆北晴是自己的合法丈夫，同时隐晦提醒在场众人切莫效仿刻意搭讪、故作姿态攀附权贵的低劣行径。即便陆北晴样貌俊朗、气质出众，在场众人依旧带着偏见鄙夷二人，嘲讽他空有皮囊、职业低微与粗鄙寡闻。出身山野的沈初堂是天生一对。沈婷婷被当众落了面子，气急败坏之下抬手掌掴沈初堂，却被沈初堂反手回击，当场震慑。受辱的沈婷婷瞬间崩溃哭闹，撒泼卖惨，哭诉自己从未被人打骂。沈家父母立刻偏袒宠溺小女儿，当众怒斥沈初堂蛮横粗鲁、目无尊长、性情暴戾。沈初堂冷眼回击，当众揭穿这场晚宴的真实本质，不过是沈家为沈婷婷筛选权贵、钓金龟婿的功利闹剧，虚伪又可笑。晚宴风波彻底落幕，
沈初堂满心愧疚，主动向陆北晴道歉，坦言因为自己的缘故，让他无端赶来赴宴，承受众人的冷眼与嘲讽。陆北晴神色淡然，毫不在意，轻声宽慰他，凭自身双手努力谋生，坦荡无愧，无需在意旁人的世俗偏见。二人离场途中，偶遇一场令人愤慨的不公责罚。沈家下人奉命杖责一名7岁无辜孩童，只因孩子母亲不慎烫伤沈夫人的手，便要遭受20棍重罚。这般责罚足以重伤孩童，伤及性命。沈初堂当即上前厉声制止，拦下动手的下人。下人面露难色，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，若执意阻拦，便需要沈初堂替母子2人承担责罚。沈初堂毫无惧色，强硬拦下这场荒唐私刑，成功救下无辜的母子2人。他温柔安抚2人，告知如今是法治社会，无需任由豪门私刑欺凌，日后遭遇刁难可随时报警，也可直接联系自己求助。此时他才发现，陆北晴为阻拦下人动手，徒手格挡，导致手掌泛红受伤，不由得满心心疼，细心叮嘱他日后切勿鲁莽逞强，徒手挡重物。相处之间，沈初堂察觉陆北晴当日的穿搭精致高级，质感上乘，与往日朴素简约的模样截然不同，心生疑惑。陆北晴随口解释，衣物是服务的高端客户所赠，沈初堂未曾多疑，还打趣他客源优质，备受认可。途经高端商圈，陆北晴主动带他进店挑选新衣，沈初堂笑着调侃他是想花钱包养自己。陆北晴神色认真，直言2人是合法夫妻，为彼此付出本就理所应当，让他正视2人的婚姻关系。始终认定他是网约车司机的沈初堂，还善意叮嘱他工作时谨言慎行，切勿油腔滑调，避免被顾客投诉骚扰。返回别墅后，沈初堂数次闹出尴尬乌龙，每每都让他羞耻窘迫，手足无措。陆北晴始终温柔包容，淡然处之，从无调侃与追究。次日早餐时分，看着身姿挺拔、气质卓绝的陆北晴，沈初堂忍不住心生感慨，这般样貌气度，任谁看都是身居高位的精英老板，完全看不出是辛苦奔波的普通司机。他将自己的工资卡交给陆北晴保管，坦言3个月的临时婚期内，这里就是他的家，这笔钱作为2人的共同生活费，供日常开销使用。同时告知他沈家爷爷想要见面，陆北晴欣然应允。看着卡内不多的余额，沈初堂愈发心疼，觉得他常年辛苦打拼，却收入微薄，生活拮据。陆北晴的下属悄然现身，私下询问他与沈初堂的相处进度。陆北晴语气戏谑，坦言自己正在体验被妻子贴心供养、被人包养的新奇滋味。话音未落，此前被他与沈初堂救下的孩童匆忙赶来求救，哭喊着母亲即将被沈家众人活活打死，情况危急。沈初堂火速赶赴现场，只见沈婷婷正对着父母哭闹告状，颠倒黑白，谎称沈初堂为了陌生佣人母子，当众欺辱自己，让自己难堪。沈家父母勃然大怒，不问缘由便下令拿下沈初堂问罪。孩童母亲见状连忙跪地求情，甘愿独自受罚，替沈初堂担责。沈初堂强硬阻拦，态度坚定地表示，今日绝不允许任何人欺凌无辜母子，肆意施暴。沈夫人盛怒之下放出狠话，既然沈初堂执意护着2人，便由他全权负责照料这对母子，沈家从此彻底撇清关系，不再过问。沈初堂毫不犹豫应下，带着母子2人转身离开，彻底与凉薄势力的沈家划清界限。安顿好落难母子后，沈初堂得知妇人无依无靠，走投无路，只求一份安稳工作养活孩子。他当即联系师兄，托付其为妇人安排工作。师兄迅速落实，为他安排了包吃包住、薪资优厚的前台岗位，彻底解决了母子2人的生计难题，让2人得以安稳立足。妇人私下满心感慨，沈初堂心地善良，正直仗义，奈何孤身一人，势单力薄，难以抗衡趋炎附势、凉薄自私的沈家。同时心中藏着一段与沈家相关的隐秘往事，未曾对外吐露半分。风波过后不久，沈婷婷主动联系沈初堂，热情邀约他出席自己的18岁成人礼生日宴。宴会前夕，外界大肆追捧沈婷婷，传言石家少爷对她心生爱慕，有意追求。更有消息称，金圈顶级权贵太子爷将亲临宴会，引得一众豪门贵女心生艳羡，争相期待。生日宴当天，京城各路顶尖权贵、名流齐聚现场，场面盛大隆重。石家少爷带着大病痊愈的妹妹韩寒现身会场，瞬间引爆全场目光。众人纷纷猜测，与石家少爷同行的金贵男子，便是传闻中地位顶尖的金圈太子爷。时隔许久，韩寒终于与亲生父母重逢，一家人相拥而泣，温情满满，场面格外动人。褪去病态，妆容清丽的韩寒
当众澄清所有过往误会，坦然告知在场众人，当初治好自己缠身顽疾，危难之中救下自己的恩人是沈初堂。一句话彻底揭穿了旁人冒领功劳、沽名钓誉的虚伪闹剧。石家父母满心感激，专程上前向沈初堂当面致谢，赠予他一枚珍贵夜明珠作为谢礼，同时向他发出顶级权贵晚宴的专属邀请。沈初堂从容应允。私下相处时，沈初堂细心叮嘱韩寒后续的肌肤养护、服药禁忌与恢复注意事项，耐心告知他肌肤修复期间会伴有痛感，需耐心休养，短期内严禁暴晒，按时服药便可彻底痊愈。同时叮嘱他切勿外泄自己的救治方法。另一边，陆北晴的爷爷满心期待与孙媳妇见面，不停吐槽陆北晴放着顶级豪宅不住，偏爱简约居所，生怕怠慢了善良纯粹的沈初堂。陆北晴告知爷爷，沈初堂一直误以为自己是普通网约车司机，他不愿戳破这份纯粹真诚的相处。爷爷再三叮嘱，这般不慕名利、真心待人的姑娘实属难得，务必好好珍惜。随后，爷孙二人一同接上沈初堂共进家宴。爷爷初见沈初堂便心生欢喜，夸赞她样貌水灵，气质温婉，特意准备珍贵茶叶赠予她。席间有人暗自嘲讽茶叶品质普通，不值价钱。沈初堂毫无嫌弃之意，礼貌道谢，还回赠一株品相绝佳的百年老山参，价值连城，让爷爷喜出望外，爱不释手。用餐途中，陆北晴体弱多病的妹妹陆月白赶来赴宴，她乖巧懂事，礼貌谦和，初见沈初堂便亲切称呼她为嫂子。沈初堂一眼便看出陆月白身中顽固剧毒，毒素早已深入肌理，侵入经脉，身体损耗严重，时日无多，想要彻底根治，需要数位时间珍稀药材，难度极大。同时他确认，此前救治韩寒的人并非陆北晴，且陆北晴对妹妹身中剧毒的事情一无所知。宴席结束，贴心的陆月白特意叮嘱哥哥，一定要好好把握，真心珍惜沈初堂。返程之后，二人分头行动，陆北晴照常上班，沈初堂计划逛街散心，还许诺晚间亲自下厨，为陆北晴做一顿丰盛晚餐。故事后续，沈初堂始终心怀善意，坚守本心，悉心安顿落难的母子二人，稳妥解决两人的生活与工作难题。而沈家一众趋炎附势、刻薄自私的亲人依旧不知悔改，始终带着偏见看待沈初堂，屡屡攀比炫耀，刻意打压嘲讽。他们全然不知，身怀绝世医术、能力出众、人脉遍布顶级权贵圈层的沈初堂，早已悄然逆袭翻盘，一步步挣脱原生家庭的桎梏与束缚，彻底摆脱卑微过往，开启属于自己的璀璨新人生。